对于现代人来说，常识束缚着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反而无法做到像那些原始部落一样天马行空。因此，很多部落的武器在我们看来都显得造型奇葩，用法让人摸不着头脑。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异常古老但又让人非常迷惑的武器——飞去来器。其实，关于飞去来器的称呼，现代有一个对于它用法和特点都表达更通俗的名字，那就是回旋镖。这种设计如今在很多儿童玩具上都能见到。不过，对于以前欧洲人来说，这玩意儿实在是个新鲜玩意儿。当1770年英国人库克船长发现了澳大利亚东岸时，旧世界的人才第一次见到这种部落猎手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武器。在与当地原住民接触的过程中，库克船长发现土著在使用一种木质的弯曲工具。库克船长以及同行的植物学家都想当然地觉得，这种弯曲木质片状工具是一种类似于阿拉伯弯刀的砍削武器，只不过是因为当地土著是群技术落后的土包子，没有冶炼金属的技术，所以才使用木头制作。文明人就这么自信地自以为是了32年，直到1802年，另一位在澳大利亚殖民的少尉在悉尼附近亲眼目睹了所谓木质弯刀的正版用法。一名原住民把它抛向空中，只见他在空中画了一道水滴形的优雅弧线，准确无误地飞回了土著手中。这一观察很快被传回欧洲，让文明社会狠狠地尴尬了一阵儿。而这种当年只是按照土著语言随便音译的武器，也终于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义——飞去来器。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飞去来器一度成为澳大利亚土著的特有标志物，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都认为可以飞出完美闭合轨迹的特殊飞镖是澳大利亚土著所独创的。但随后而来的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发现，不断地挑战这种传统认知。这些年来，考古学家分别从埃及、波兰、法国、北美发现了一些可能存在其他飞去来器的证据。澳大利亚原住民使用的回旋镖是用曲形尖木制成的 V 字形或相交形的木棍，整体显得比较扁薄，有时候甚至磨出了锋刃，看起来在必要时刻，大型的回旋镖还能当作手持武器使用。飞去来器的工作原理在当年也是个神秘的话题。那个科技不算发达的年代，这玩意儿没有被归类成什么魔法道具或者土著萨满的巫术武器，已经是万幸了。在科学技术发展后，人们才搞懂飞去来器飞行的原理。其实这个原理就和飞机的机翼有一定共同之处，但就算如此，也足够让当年不懂物理的人和如今物理挂科的人直呼看不懂了。所以这里就简短的解释一下。简单来说，飞去来器在扔出去以后转速非常快，这带来了极大的角动量。此时它的两翼都能产生升力来保证回旋镖在空中的飞行，而当回旋镖在空中旋转时，它的上方旋转方向和回旋镖运动的方向相同，但同时其下方的旋转方向却和回旋镖的运动方向不同，所以空气在回旋镖的上方流动得更快，能产生比下方更大的升力。这两股完全相反的力量就形成了一个转距，而这个转距则会把角动量的方向改变，而这个转动的方向正好是对准使用者的。最终结果就是在角动量的指引下，飞去来器在空中盘旋一圈后又回到了使用者附近。至于最后能否稳稳接住，就全看本事了。要是不小心爆了自己的头，那搞不好就成了被剪进搞笑视频的素材。在认识到飞去来器不是木质弯刀后，人们接下来把目光投向了这玩意儿到底是拿来干嘛的。这些落后的居民为何发明这东西？当时流行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投掷武器，如果朝向猎物，比如澳大利亚常见的袋鼠扔过去，打中了猎物则实现捕猎目的，打不中的话就飞回来，减少跑腿时间。但是当与原住民接触和了解加深之后，这个观点也很快惨遭打脸。人们发现，当地土著捕猎袋鼠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这玩意儿，而是像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样，使用标枪长矛，精准度高，杀伤力强，同时制作起来也更简单。而在捕猎大型飞禽走禽的时候，则使用的是另一种飞镖，这种飞镖不会飞回来，飞行路线笔直精确，重量也比飞去来器大一些。而真正的该飞去来器发挥作用的时候，是在攻击水禽的时候。因为水禽的生活环境让武器一旦攻击落空，回收起来就比较麻烦。而面对成群出没的水禽，把飞去来器扔进去转一圈，蒙中一个的几率还是很高的。或者是在合作围捕时，利用飞去来器飞行中发出的噪声，惊起藏身在草丛中的猎物。而在古埃及发现的使用飞去来器的壁画内容也佐证了这种想法。埃及人在壁画里提及飞去来器的场景，
画面中都会出现鱼和船，同时捕猎者手中的猎物体型也都偏小。至于为什么世界各地都有飞去来器存在的踪迹，但只有澳大利亚的存续到现在，而且其他地区的人对此一无所知，这直到近代人们对史前地球的变迁摸清楚后才逐渐明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南非发现了距今7.1万年之久的石质箭头，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时间内，部分原始人类已经拥有了杀伤力更大、射程更远的远程攻击武器。在这之后，随着后期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弓箭的杀伤力已经完全满足人类捕猎与战争的需求。就算是曾经使用过飞去来器的文明，十有八九也早就进行了相应的升级与舍弃。但澳大利亚就完全不一样了。了解过物种演化的人可能知道，澳大利亚因为与世隔绝，有很多物种的形态都相对原始，居住于此的人类也是如此。通过溯源，现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是在7万年前离开东非，经过3万年漂泊，在4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长期游离在旧世界之外，也很难与外界发生技术交流。这种技术交流的阻断，甚至在澳大利亚内部也有发生。实际上，在澳大利亚东北角的约克半岛，这里的原住民部落通过与对岸的巴布亚人交流，掌握了弓箭技术，但不知是因为部族之间缺乏交流，还是因为澳大利亚环境阻隔，这一技术没有蔓延到全大陆，所以飞去来器才幸存至今。复原狂魔冷钢公司曾经还还原出了一把飞去来器，只不过材质是塑钢做的，恐怕这就没人希望它飞一圈飞回来了，毕竟这材质杀伤力极强，没个几万匹磁场转动的力量，真不一定能无伤接下。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